好了，各位亲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分享啊。先分享王瑞波老师的一个体会啊。他说10月1号是辞简迁一日反省，说稍有不减需静心，就每一天他都有分享这样的体会。学习第759课说不能干听，要动起来的体会。说梁安时空传统文化课呀，不能够干听。注意听啊，下面他的分享啊，说仅在脑子里知道这个不行。说简单脑子里知道，没有身体动起来，就没有生命的参与。就是我们学习的传统文化，学习的这些知识，单单在嘴里面，单单在头脑里、脑海里，那是不够用的。必须怎么样呢？还要有生命的参与。说只是嘴把式惰性没有克服，那这个不行。说修个口头禅，那个没有用哈。说但是呢，也不能光练不听每课前面讲的这些理论，精髓理论，也需要从理上开窍。你要从两方面结合起来，既要从理上开窍，还得从形上入手。就看啊，说每节课既认真听前面理论部分，又认真跟着后面的锻炼才好。后面分享说体察空间是绝妙的方法，一定要坚持练习。后面还分享了什么日改一错，脾气秉性，说有犹豫不决的这个缺点，没有魄力，要修心要改正。说日行一善是捡垃圾，静自己的心。讲锻炼呢，说听课学习第759课不能干听，要动起来，随课锻炼。说开心通肺15分钟，富贵婴儿15分钟，含间塑像15分钟。生活中觉知爱的呼吸2个小时，说用爱化愿，用静化躁的情况呢，稍有躁，但用静去化。就看起来每一天他这样的分享好像就很简单，他就讲自己锻炼怎么样，日行一善怎么样，但是恰恰是这每一天的一点一滴的坚持，才能够修出真正的功夫来。所以今天的题目也是这样哈，说高明的见解或是陷阱，笨拙的功夫方为路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注意听哈。就前不久啊，就有一对夫妻我们一块交流，这个丈夫就说呢，张伟他现在说学习现在很容易了，因为有网络啊，有视频号等等各种，很方便就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。他说呢，说网络上很多的老师在讲中国传统文化，说儒释道各家的一些修炼的精髓都能从网上找到。他说我看了很多，也收藏了很多。然后他妻子就在旁边说了，说你看，说你的确看了很多，也收藏了很多，每天都在听都在看，就找这些各位老师的这个讲课。说不过我发现说你就看的那一会儿是挺好啊，看得挺高兴，可是你不能持久啊，说你遇到事儿了又打回原形了，还是那样。就看那个老师讲的呀，是讲的很好，可是遇到光在嘴上觉得好，脑子里好，他就说用原话说，是你光是口嗨脑嗨了，口嗨什么？你嘴里说哟这个真好，啊脑子里哎呀也很好，说怎么样？说你遇到事儿还是那样，你自己没有变呢。他整天在网上看这个好那个好，就不干别的了，就说他这个，而且说的什么呢？说你看，你打坐坐不了5分钟，啊站桩站不了5分钟，说脾气性格还是那样，说你看那些好到哪去了呀？就说起这样的问题来了哈。当时我就感觉到真是这样的，现在在网上真的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很多老师的讲课，而且那个老师讲课讲的真的是很好。你看完之后，有的时候哎呀，说这个见解太高明了，有的时候真有一种豁然开朗、醍醐灌顶的这种感觉。但是恰恰像这位妻子说的一样，豁然开朗之后，或者醍醐灌顶之后，就当时觉得很开心，完了之后又过去了，又没了。所以我特别想分享这个观点是什么呢？说很多时候啊，看一些东西只是脑子里知道的，你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是脑子里知道的更多了，就好像你变得更聪明，你更会想了而已。真的像他说的样，只是口嗨脑嗨，哎呀，这个真好，好一下一阵就没了，一阵子就没了。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去实修的话，那么
很多所谓很高明的那个道理啊，有的时候恰恰是迷雾，恰恰是陷阱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好的道理怎么成陷阱了呢？大家注意，好的道理不是陷阱，你自己陷进去了，你把它变成了陷阱。你陷进去什么呢？哎呦，这个好，那个好，这个好，你陷迷到这个好里面去了，你自认为的这个好里去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之后，反而把自己实修的功夫给丢了。这些道理你一看就懂了，真的。你看老师为什么讲得好，你一看就懂了，一刹那之间，哎呀就懂。可是呢，真正的功夫啊，却需要一天一天、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修炼。刚才我说的这个陷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哎呦这个好那个好，心里很高兴，就忘了什么呢？忘了真正的那个路径。什么路径啊？走向自由，走向快乐，走向健康幸福的路径是什么呢？是每一天一点一滴的踏实的这种锻炼。大家自己也可以想一想自己，你是不是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短视频，讲修炼，一看呀觉得很好，觉得很好，好完了之后呢，你自己呢？你只能说看着别人说的很好，那个老师修的很好，你自己是不是很好？这个需要反思。只能是你在说这个东西很好很好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很好，但是这个往往是一种假象。当然我们不是说理论学习不重要，你学可以让开窍，可是你开了窍之后，你不去锻炼，总从这儿开那儿开，好像是开窍了，可是没有内在的这种物质基础，没有内在的生，就像王瑞宝老师分享的，没有生命的参与，只是在头脑里面你所知道的这些东西里面有这个好那个好，那个真的是没有用的。慢慢真的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口头禅。而真正的功夫，真正生命变化，它需要踏踏实实的这种实修。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那个叶安老师一样，他自己学的时间很短，学的会练的内容很少，站桩、含肩缩像、归因就这些内容。可是自己真的练得很踏实。还有另外一位先生，自己本身前几年患了帕金森，可是锻炼这2年之后，自己通过自己的锻炼去调节自己，让自己气血通畅，症状得到大大的缓解。那他们俩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？比方说看了别的东西很好，就像我们今天分享李艳老师讲的，一看别的同学都能达到什么样的体会，说我为什么没达到？并不是说看别人说这个很好，那个很好，要想自己怎么样去变好。而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练什么呢？练这个安静，就在安静上下功夫，要在安静上下笨功夫。因为你只有心静下来才行，你心不静，以前讲过你练什么都没有用，不是说没有一点用哈。你练了之后，只能像体育锻炼、肢体活动那个锻炼的作用一样，要真正起到那个心性上的作用，你只有那个心静下来才行。只有心静下来才行，你不静，那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。所以那个静啊，说起来好像很容易，说一静，我就静下来了，但这个静真的是有层次的。你比方说，得练1个小时，这1个小时，出了50次杂念。当然，有的人不止50次，有的人一直在编故事。好，闭着眼睛，好像是静了，可是你出了50次杂念。好，有的人一练，也是这么长时间，出了40次杂念。有人30次，有人20次，有人10次，所以都看着闭着眼睛，都在那安静。可是杂念有多有少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大家想是不是？对你自己来说也是这样，你每一天练功的状态可能是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安静啊，它是有层次，
当然以后还要再讲这样的。静是功夫，不是我闭着眼睛我就静。我闭着眼睛之后，你的念头，所谓的杂念一直在这来，那你就不叫静。念头很多呀，那就差一些。所以你要不断的什么把这念头放掉，不受它干扰，不断的在静上去下功夫。那么今天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要练一个功夫，练这个安静的功夫。当然之前我们一直在练，其实这几次练，我们之后要练这个安静的功夫，怎么去练呢？要练一个什么呢？叫心息相依。过去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，叫心息相依。心是什么呢？是你觉知你的心。息呢，你的呼吸。心息相依，当然这个息要练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不单纯是呼吸了。我们从开始讲啊，说心息相依，相依就是在一起的意思，就是你吸气，你呼气，你这个呼吸，呼吸在自然的进行，哎，这个心呢，和它在一起，知道或者是觉知着这个呼吸，叫心息相依。但这里面大家注意要有一个原则。原则是什么呢？就你在做这个呼吸的时候，一定注意让这个呼吸自然的进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注意啊，平常我们讲说意识要主导，要控制，要主导这一切，但在这个时候，恰恰这颗心你不要主导，呼吸是主，也可以这么说啊，意识不要去主导这个呼吸，过去讲就不要催着它。不要推着它走，比如延长一点，也不要控制它，不要是控制住。对呼吸不要有任何的控制，任由呼吸自然的进行。呼吸它快也好，它慢也好，长也好，短也好，让它自己变化。你这个心呢，只是去观察它，觉知它，只是知道这个呼吸就够了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让它自然进行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比方说啊，这个呼吸是自然的变化，而我们那个心呢，或者说那个觉知呢，或者我们讲那个平常头脑啊，那个心开始是一定是个后天的那个心，那个心是个乱的，心是不自然的。现在要归于什么呢？归于自然，所以那个不自然的心要放掉它，要去跟着那个自然的呼吸。如果一开始你就用呼吸反复去控制它的时候呢，那个呼吸是不自然的，反而把呼吸也带得不自然。所以开始做心息相依的时候，一做呼吸让自然的变化，哎，你就觉知这个呼吸就可以了。当然平常你要练呼吸，比方说练这个开心通肺，哎，这个时候那你就意识跟它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现在就讲你在平常打坐或者站桩的时候，那个心息相依。这个时候，心要随着呼吸走，这是最核心的一个观点，一个地方，就是你往这一待一站桩，好，呼吸有了，呼吸慢也好，快也好，我的心只是跟随着它，心不要去多想，你要一想有念头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觉知呼吸，跟着呼吸走。好，你就一直是觉知着它，你的呼吸也自然的它也会变化，或者变得更慢一些、更细一些，那是它自然的事儿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？就呼吸，你就觉知着呼吸就可以了。那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觉知着呼吸在这儿，一吸气一呼在鼻子这块儿，哎，就像在说，还慢慢的随着往下到丹田里，因为一吸气一呼气，身体有变化呀，变化哦，觉知这个呼吸的变化，觉知这个呼吸的存在，就够了。好了，你一直着觉知着呼吸，觉知呼吸，就用觉知呼吸这个，把我们的念头怎么样？
逐渐归拢起来，逐渐减少，逐渐清理。和生命活动，什么呼吸就是你的生命活动啊！你的觉知和生命活动在一起，远离了念头。就从念头里面，平常我们的精神呢被念头捆住了，从念头出来了，回到呼吸上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又简单又关键又重要的方法。在过去的锻炼呀，儒释道各家，其实从原则上讲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都是从这里入手。你往这一带，心息相依，心息相依，心息相依到哪儿去呢？慢慢的就移到了下丹田，一吸气，觉着下丹田，一呼气，你意识还在那个丹田上。所以我们这几天啊，最近我们就要练这样一个内容，练，这是看起来很笨、很简单，但我觉得又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让我自己锻炼，对我自己来说，就是感受非常的深。然后呢，有不少同学也是这样去锻炼，慢慢精神越来越静，越来越静。那你真正静下来之后，那个意识、那个心静下来了，你再去锻炼，你整个锻炼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心静不下来，那你锻炼就是只能是在表面上这样锻炼。就好像我之前打过的这比喻，你跑步再怎么使劲跑步，你用的2条腿，你跑不快。我骑自行车，你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你用力的方式不一样，既有腿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车轮，还有那个这样的作用。你骑车呢，你跑得再快，不如开汽车快。它动力系统不一样了。这个安静就好像什么意思？通过不断的锻炼，你安静的层次不一样，就好像你身体里面那个动力系统就不一样。或者说从练气的角度上讲，你安静的层次不一样，你得到的那个气和你相合的那个气的层次也不一样。你安静的层次不一样，你所在的维度就不一样，所以锻炼的效果就不一样。所以这几天我们就后面连续一段时间我们就要练这个很踏实的内容。有了前面几年的这样锻炼形体站桩的这个基础，树立的基础，我们再练它，我相信很多人很快就会有很好的这种体验。好，现在我们也少说了啊，我们就开始练。练的时候呢，一边练会有的时候可能会一边提示一下啊。只有在练的过程中才能把这个方法学会，光听是没有用啊。好，现在就大家站起来啊。好，安静。安静，放松。就这个时候就注意自己的呼吸了。你不控制呼吸，让呼吸自然的进行。呼吸自然的进行，我们练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吸气一呼气，整个身体一定会有变化的。你就注意呼吸就好。精神一下子就归到了呼吸上。
把脚分开，然后八字。两臂慢慢的上抬，全身放松。抬在这个空间，体察空间。百会上领，身体微下蹲。先注意调整全身，借天，整个身体一放松，放松到了虚空之中。脚下也是空的。全身的关节松开，放松是那种解放的放松，不是往下沉落的，不单是往下沉落的放松，一松，松到虚空之中，和天地虚空合一。空灵静虚，如果你这样一站就进入状态，就这么静静的待着。整个身体都好像是空了，唯有呼吸。最容易心息相依的地方，就是在鼻孔前面、鼻子前面。你觉得有呼吸的出入，我们多数同学都锻炼一段时间了，一呼吸，让心息相依啊，往下一沉，
心息相依，慢慢往下，你觉着你的呼吸，心息相依于胸腔中丹田，安静放松。心息相依于下丹田，你觉得心息相依在哪儿比较清晰，就在哪儿。鼻孔、喉咙、胸腔、中丹田、下丹田都可以，关键是相依。
心只是觉知，只是知道，定不要控制，不要作为，心是无为的。只与呼吸同在，心息相依，每当我的心被念头带走了，马上再回来，心息相依。一定注意，任由呼吸自己变化，那个心只是跟随，一定不要控制。身体站在这儿，静止不动，从外表上看，一动都不动。心息相依。
限，说明你就不是全心的心系相依，心就不全了。呼吸是完整，心也要完整。全心。头脑是静止的，没有杂念，也没有你所谓的一些知识道理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客观的这个生命的存在，表现为一呼一吸。生命就在一呼一吸之间。对生命来说，呼吸会比头脑上的知识道理重要的多。
那些学问照样可以活着，但没有呼吸，就没了生命。所以现在心息相依，你就在觉知对生命来说最最重要的东西。一切不重要的全都停了，唯独剩下呼吸。心从所有其他的东西里面全回来，不是三心二意的觉知呼吸，而是全心全意。心啊，像一个男孩，呼吸像一个女孩。这男孩真心的喜欢这个女孩，默默的关注着她，但从不打扰她。是全心全意喜欢这个女孩，而不是三心二意再去想别的女孩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一心一意，观察但不打扰，或者叫察觉。但不打扰，不干涉。
析自己的情况，想多站一会儿就多站一会儿，想休息就休息，安静，心息相